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安理会再度推迟一份由阿联酋提交的关于巴以问题决议草案的表决时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19号在讨论这一草案时重申，实现停火仍是压倒一切的前提，只有停火才能避免更大的平民，包括被扣押人员伤亡，避免区域冲突走向失控，才能避免政治解决前景彻底埋葬。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改弦更张，停止无差别的军事攻击。任何国家没有任何理由犹豫不决。我们敦促有关成员秉持建设性态度，支持安理会为拯救生命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以色列总统表示愿意与加沙的哈马斯达成新的临时休战协议。您觉得是什么促成以色列转变立场呢？第二次加沙停火现在呢正在地平线上，按照最新的报道，前景还是比较乐观。加沙停火的主要斡旋者卡塔尔以及和美国中情局、以色列、莫萨德之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传递出的信息是三方会晤是积极的。以色列愿意和哈马斯谈判。而卡塔尔目前正在和哈马斯就达成新的休战可能性进行接触。另外一个消息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将与埃及官员举行会谈，主要讨论加沙再停火的问题。以色列总统昨天也说，愿意和哈马斯达成新的临时休战协议，以确保释放更多被扣押的人质。如此来看第二次加沙停火还是蛮有希望的。这问题来了，为什么是现在又要重谈临时停火？以色列怎么就想明白了呢？首先第一次临时停火，哈马斯和以色列均按照协议的要求释放了人质和被关押的囚犯。这说明即便是临时停火，也可以缓解人道危机，建立双方哪怕是一点点的信任。美国领衔红海多国特遣部队，算不算是扩大战争的举措呢？那能遏制胡塞武装对以色列船只的袭击吗？这是一个好问题。美国领先组织的多国特遣部队名为保护繁荣行动，实际上就是扩大战争的行动，只不过他们的目标是打击胡塞武装，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胡塞武装打击红海的以色列船只，是为了阻止加沙战争，截断以色列的后勤。因此多国特遣部队的组建，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扩大战争。参与美国新行动的国家包括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和西班牙，每个国家都将派遣舰艇和其他的资源。之所以有这么多国参加，是因为胡塞武装袭击的以色列船只，但是其他国家的船只也不安全了。全球5大集装箱公司中的4家暂停了在红海的航运业务，这对西方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那么初步的核算是，红海断航集装箱公司的成本将提高9%，以色列的商品价格将上涨30%到40%，国际油价将上涨1%到2%，还会推高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所以美国组织了多国特遣部队来保证红海的航运安全。这么欧美是不愿意扩大战事的，但是多国派遣部队的这个导弹是无法确保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如果不小心打击了也门的设施，或者误打了其他中东国家的设施，不排除战事会进一步的扩大。我们也要看到，中东国家除了巴林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参加到美国的红海特遣队伍中。红海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加入，就表明拜登的外交能力很有限，动员力不强，表明中东国家对美国不能够阻止加沙战争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正因为美国红海联队得不到沿岸国家的支持，要遏制胡塞武装就变得困难。但是红海联军与胡塞武装相比，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可能都比较强，有可能暂时的压制胡塞武装的袭击。但是只要加沙不实现永久停火，胡塞武装就不会停止对以色列及支持国家船只的这个游击。这对美国来说很头痛，但是无药可治。接下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对外表示，已为第2次人道主义停火做好准备。同一天，哈马斯组织领袖哈尼亚现身埃及，讨论停火事宜。冲突各方能否抓住机会实现停火？
另一方面，受冲突外溢影响，红海、苏伊士运河航道紧张局势加剧，目前已导致大面积停航。美方联合多国组建红海护航联盟能否奏效？来看报道。Israel is ready for another humanitarian pause and additional humanitarian aid in order to enable the release of hostages. 当地时间19号，在耶路撒冷举办的驻以外交使团新年招待会上，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还表示，过去2周，以方在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尼查纳口岸启用了新的扫描安检设备，以使更多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卡车可以进入加沙地带。此前一天，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以及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举行会晤。有消息指，三方就被哈马斯扣押的人员相关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目前尚未达成协议。哈马斯组织也就可能实现的第2轮停火释放积极信号。据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常驻卡塔尔的哈马斯组织领袖哈尼亚于20号率领一个哈马斯高级代表团前往埃及，与埃及情报局局长卡麦勒等官员举行会谈。报道称，双方将讨论有关停火以及释放被扣押人员等议题。有观察指出，自11月24号起，以色列和哈马斯短暂停火1周后，双方于12月1号早晨再度交火，并持续交战至今。这令送往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面临诸多障碍。国际社会期待新一轮人道主义停火尽快到来。本月17号，英国外相卡梅伦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德国《星期日世界报》联合发表文章，敦促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停火，并保持停火的可持续性。同一天，在以色列访问的法国外长科隆纳也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现在巴以冲突呢已经持续进行了2个多月了，那么以色列呢不愿意轻易的停火，但是呢他一时也很难达到他的这个设想的军事目标，所以呢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停火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一个大概率事件。以色列的安全部门呢前一段已经提议由美国和欧洲国家呢组建多国部队来接管加沙，我觉得也是放出了一个妥协的信号。巴以冲突第2轮停火露出曙光之际，受巴以冲突外溢影响的红海危机正在持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地时间19号凌晨在巴林宣布，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航经红海船只，美国正协同有关国家启动红海护航行动，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执行联合巡逻任务。奥斯汀指出，过去4周内，胡塞武装12次袭击或扣押商船。他表示，美国仍在积极寻求更多国家加入，以增加派出和参与的海军数量。目前已有法国、英国、巴林、加拿大、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和塞舌尔加入该新版护航联盟。外界指出，尽管获得多国支持，但美国新版护航联盟或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就在护航联盟成立后数小时，丹麦、马士基等多家航运巨头表示，旗下船只仍将绕行非洲南边的好望角。目前，美国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有2艘驱逐舰卡尼号和梅森号，但迄今为止，美国尚未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护航联盟也仅与该武装组织有过1次交火接触。英国方面16号证实，皇家海军导弹驱逐舰钻石号当天发射海毒蛇导弹，击落了一架攻击商船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有分析指出，美国意在通过军事实力优势来威慑对手，但这种类似于刻意炫耀军力的政策，恰恰也是中东地区纷扰不断的根源之一。这使得护航联盟难以获得来自波斯湾地区的支持。目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域内国家正因红海油轮流量长期放缓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胡塞武装拥有反舰导弹、无人机、海上小型舰艇等灵活机动单位，且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美国与胡塞武装对抗的增强或将进一步恶化局势。红海这个航行安全的这个危机是可以说是当前巴以冲突的一个最突出的外溢效应之一，2者呢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美国呢却把它这个2个问题呢分开处理，就是呢组建一个这个海上这个安全的这样护航联盟，拉拢地区的还有西方的盟友来在红海地区进行护航。实际上呢，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治标不治本。